这才是能真正抵御18级暴风雪的巨石庇护所。当一场巨大的暴风雪突然降临在中伯利亚雪山，此时阿克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，他感觉雪中还掺杂着细小的碎冰，这可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信号。现在的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能让他藏身的地方。此时的风雪越来越大，他已经不能继续向前走了，而眼前出现的巨石堆竟然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掩体，刚好可以让他藏进去。他认为这地方简直是太完美了，天然的巨石为他形成了完美的保护，高于地面的位置也让他不用担心被风雪引来。于是阿克决定暂时就躲在这里，等风雪过后再继续出发。现在他只需要利用雨布将巨石的凹陷的位置盖住，他就能拥有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。如果说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暴风雪会持续3天，让你在这里生存1夜，但能带3件装备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看看谁带的装备最多。目前看来，这样的降雪量会在1夜之间掩埋整片荒原，但好在它的庇护所位置比较高，一般情况下，大雪到来时都会伴随着大风。现在阿克需要将雨布尽可能的固定牢固，这可是他能否度过今夜的关键。当他钻进庇护所之后，相对封闭的空间让他感觉到安全很多。再有了户外露营灯的加持，虽然身处百里无人的中伯利亚荒原，但能在这暴雪中有一个巨石掩体作为保护，他也算是非常幸运了。接下来他开始组装壁炉。中伯利亚昼夜温差极大，这个季节的夜晚最低还能达到零下15度左右。如果没有取暖设备，他可能无法度过这里的极寒之夜。烟筒顺利安装后，现在阿克已经在这荒原之地拥有了一处可以完美藏身的地方。现在降雪量还是很大，他清理了雨布上的积雪。紧接着，他开始准备柴火。正当他劈柴时，一种让他担心的声音出现了。当篝火被顺利点燃后，他感觉又看到了新的希望。此刻他心想，今夜不管怎样，他都绝对不能离开庇护所一步。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壁炉在持续给阿克提供着热量。他做开一壶热水之后，也要开始为身体补充能量了。马铃薯是他在野外生存最喜欢带的食物，这东西不仅可以长久存放，而且吃完之后饱腹感很强，味道也很鲜美。他的做法很简单，将马铃薯裹好锡纸，扔进壁炉内加热，就能将食物制作完成。在等待食物烤熟之前，他准备先休息一会儿。可能是太累了，也可能是这巨石庇护所真的让他感觉到了温暖。刚刚闭上眼睛，他就睡着了。